1923年初，孙中山号召各路部队一起讨伐陈炯明。10月初，应孙中山邀请，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。快！我们要快！不要快点到石头上。Бородин, товарищ Бородин!他在哪儿？就在那个帐篷里。他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就是太疲惫了。那儿有一封信，好像是他的介绍书。好，我就在这守着。对，我中国国民党改组啊，要加快步伐，时不我待，只争朝夕。此次我党改组啊，共产党方面已经决定全力相助，所以我今天宣布，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。改组委员由在座的5位同志担任：廖仲恺、汪精卫、张继、戴季陶和李大钊先生。此次改组事关重大，我孙文就拜托5位同志负责了。有什么意见，请发表。先生如此重托，当尽全力。你们呢？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改组，系全党改组的核心，非常重要。首长全力以赴。谢谢，齐先生坐下。你们3位呢？并无意见，唯诚惶诚恐吧。好，将本决议案电告上海本党的事务所，集合简报。是。先生，鲍罗廷先生到了。欢迎，来，请坐。是。谢谢。我们欢迎鲍罗廷同志。请坐下，请坐。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鲍罗廷同志出任我国民党组织教练员。党的组织教练员？是的，应我再三邀请，正式派鲍罗廷同志出任我的首席顾问。我们相谈了有10几次了吧？我深有感触，鲍罗廷先生是位优秀的同志。孙大爷帅过奖。我以为，以党治国，需借重苏联；整顿党务，也需借重苏联。我今天任命鲍罗廷同志，就是要借重苏联的组织经验，训练我国民党员，使本党的改组能顺利完成。诸位有什么意见吗？先生，可以向鲍军提个问题吗？
啊，可以。听闻暴君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啊。暴君此次来华是第一次出使他国吗？同志们，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。来中国前，我已经先后被共产国际派到美国、墨西哥、英国、德国等地工作过。哦，可是美利坚不等同于中国，墨西哥也不是中国，德国就更不是中国了。暴君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吗？我充分意识到，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在全世界都有相同的趋势和相同的特征。不知暴君今年几岁呀？我1884年生于俄国维布斯克州，今年应该是39岁。按中国的说法，人生40而不惑。你才30几岁便担任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，自己感觉能胜任吗？普军说话要注意分寸啊！对不起，先生。季陶也想听听暴君如何回答普全兄的这个问题，以便学习。不用多说了，暴君是苏联正式举荐的，有丰富的治党经验。我已决定，我国民党的组织立法由他来起草，同时起草我党的党纲和党章。我希望各位同志放弃自己的成见，虚心的去学他的方法。总理，首长有一个建议，您请说。既然大家有些疑虑，那不妨请鲍罗廷同志谈一谈他关于整顿党务的初见。对，我也既想听一听暴君的想法。我当然可以谈谈。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，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。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，其中共产党代表有李大钊、毛泽东、林伯渠、谭平山、张国焘、瞿秋白、王尽美、李隆志、李维汉等23名，占代表总数11%。请诸位同志坐下。同志们，革命党推翻清朝第1次成功是在武昌，那天的日子是个双10日。今天是中华民国13年1月的双10日，所以今天的会期与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我们民国很大的纪念呐。本次大会是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，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1次，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1次。诸位，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今日就说明至此，如异议，我们便表决通过。我有异议。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林对章程草案有紧急提议。请吧。
诸位同志，我刚刚获悉噩耗，世界革命的卓越领袖，共产国际的卓越领袖，苏联政府的卓越领袖，中国国民党伟大的朋友列宁先生逝世了。列宁先生去世，与苏联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？我相信绝不会有，因为列宁思想之魅力、奋斗精神、一身功夫会结晶于党中。他身体虽然不在，但是他的精神仍存在，此即为我们的最大的财富啊！为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朋友，请诸位同志与我一起向列宁先生默哀。司先生再也听不进我们的谏了。邓先生，您相不相信我们华侨的话？孙先生还是听得进去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去找孙先生。你？对。叶先生，我很钦佩你。下面，请赵明同志宣布一些事项。是。赵明，请。为悼念列宁先生逝世，大会作出3项决议。第一，电唁苏联致哀。第二，大会休会3日，以示哀悼。第三，广泛宣传列宁先生的生平和事业。广州各机关下半旗3日。孙总理，孙总理，总理好，记录有言面呈。请说。记录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曾看到过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的一则报道，极有意思。说给我听听。美国以前有个农民党，不小心被共产党所渗透，结果被共产党把持了。你贵姓呢？免贵姓黄，黄继禄。哦，我记起来了。你是在美国读的书，现在在加拿大当记者。你是四川人呢？四川永宁人。你刚才说的话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要告诉我说，防渗透，以此为戒，是吧？记录就是此意。本党人多，共产党人少，何言把持呢？老子有言：祸莫大于轻敌。你研究过共产主义了吗？共产主义非我之敌人。你们这些在海外的同志、同胞，处于帝国主义的管辖之下，很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之影响，所以才产生恐共惧俄之思想。共产主义，它与我孙文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并无冲突。总理，有冲突。如果说有冲突，那也只是范围的大小而已。
记录，总理，要好好学习，好好研究，明白吗？是。黄继禄，过来。总理，黄继禄，你最好去灵堂一下，好好的给列宁先生鞠躬。总理，我相信你应该是一个好的国民党员。是总理。走吧。反对党内有党，反对党内有党。同志们，我们国民党员要联合起来，拒绝共产党渗透。对，拒绝共产党渗透。各位党内同仁，他们共产党深入到我党，就是要借国民革命之名兴工农运动之实，这是苏俄之阴谋，我们坚决不能同意。李先生，请制止西域捣乱。这是党员同志表达诉求，我主张无能为力。毛泽东，你不要逼宫。张总，请大家安静，请安静。诸位，来到这里，首先要理清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上海地区浦江党部？我们为什么要整顿国民党基础组织？我们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全体国民党员要模范地贯彻本党总理孙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政策。国民党同共产党要紧密结合，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国民革命。他姓毛的就是共产党人，教训毛泽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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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谁敢！工人全连队，待命！下面，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毛秘书对会议程序作出裁决。毛秘书，请。经过我查明，已有数十名非国民党籍人员以本次会议列席代表的身份进入了会场，实乃组织程序所不容啊！本秘书代表组织部作出声明：凡出席上海地区浦江党部成立会议的与会者，均需重新在册的中国国民党员郑重推选的正式代表，拒绝认可任何列席代表。在此，请上海工人纠察队协助立即清查，将全部非法的列席代表清出去。是。行动。这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？陆先生，你这工人纠察队，叶先生认为清场不必要。主张也没这样说，此乃必须程序。
招呢？你长在他自己腿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问你李大钊呢？不知道。说，是。太过分了。怎么了？你看，国民党元老上写书，要弹劾共产党。什么？这个陈委员长越来越过分了，又是1个星期不露面，我有很多重要的情况要向他汇报。要不去问问君曼嫂子，她可能知道。他们2个分开之后，君曼嫂子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行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总会有人知道的。他有一个安徽老乡，和他交往甚密，我明天去找找他。请看国民党元老反对共产党。不是鄙人一定不肯带你去寻。仲甫这个人的脾性你是知道的。王先生，若不是火烧眉毛的，我也绝不会请你出山。王先生，你的心境我理解，但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还是抬抬手饶了我吧啊！1925年5月30日，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举行的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打死工人顾正红、镇压工人的大游行，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射击，当场打死13人，重伤数十人，逮捕150余人，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。乡亲们，都坐下。今天，我们成立学耻大会，学的是什么耻？学的是帝国主义欺压我们中华民族之耻，学的是上海工人顾正红被残忍杀戮之耻。大家有可能听说了，就在上个月。上海的日本商人镇压工人罢工，枪杀罢工工人，共产党员顾正红。上海的学生们闻讯，举行示威游行，抗议日本商人的暴行。可帝国主义之间呢，是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。英国的巡捕竟然对抗议的学生们开枪。上海的游行学生死伤了好几十名啊！这就是五卅惨案。五卅惨案就是中国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，残害我们中国同胞。我们绝不能答应啊！所以，就在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，就有20万工人联合起来，组成了上海总工会。我们的老乡李隆志就当上了总工会的委员长。王先生，这总工会是干什么的？总工会负责联合学生、商人发动罢工、罢课、罢市。这个我知道，长沙湘潭的报纸啊全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海个表弟啊，就全家参加了罢工。不光是上海，全国的各大城市，几百个城镇都要起来反抗。帝国主义欺压我们，我们就要学耻。我们成立这个学耻会，不只要成立一个，要成立很多个。光我们韶山地区就要成立几十个。这个学耻会成立之后，我们还要组建宣传队、讲演队，发动各家各户的农民站出来反抗。陆顺达说：“你的口才好，我看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就由你来当。”哎，不行，我是一个抬轿子出身的，登不了这大雅之堂。哎，刚才那个标语上的口号你就写得很好啊。你毛先生不是修改过了吗？毛先生这一修改啊，每一个字都像仙侠一样活蹦乱跳啊！啊，哎，既然活蹦乱跳，叔，那你就给大伙念一念呗。
练练，练练，练一下，练一下。打刘子义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陈少爷竟然说洋人不是坏人，你看他娶的媳妇就是洋鬼子。他还说他们的洋油灯比我们的灯草亮，还说他们的洋烟比我们的旱烟香。放你那臭狗屁！干什么你？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我还要打倒你这个帝国主义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站住！好了，别过来。他是不是卖国贼，要问清楚了才能说。这位是哪家的陈少爷？他是土豪陈继生的三少爷，在上海教书呢。啊，陈少爷，你怎么回到乡下来了？上海学生都罢了课，无书可教，只好回乡省亲。那这位是你的夫人？她叫玛利亚，是我英国房东的女儿，也是我的新婚妻子。我们上个月就是按照中国的习俗拜了天地。陈少爷，那你跟我讲讲，你是怎么惹怒农民兄弟的？因为我说了真话。什么真话？说洋货比国货好，这不就是卖国贼说的话？我说的是事实。这洋货有好的，它也有坏的；这洋人有坏的，他也有好的。最起码，我太太的脚，比咱中国女人的小脚要好。你这大脚一双，能走天下的路。对，你干什么？来，你干什么？别过来！不能胡闹！乡亲们，我赞同陈少爷刚才说的话。帝国主义欺压我们，那是错的。但是我们把陋习强加给洋人，那就是对的吗？夫人大叔，您赞成我的观点吗？你说这话很有道理。哎，我3个闺女，我一个都没让陈教。谢谢毛先生指教。毛先生，你看起来就是一个教授，能不能把这个裹脚布给我呢？玛利亚小姐，中国有句古话叫家丑不可外扬啊，这个裹脚布就是我们的家丑。现在中国各地都掀起了革命，像这种侮辱妇女的陋习应该被禁止。我赞同毛先生的观点。那我很遗憾，我就是专修妇女史的。我想写一本书，中国的女人为了裹脚要吃多大的苦。乡亲们，你们听到了吧？我们误会人家了。玛利亚小姐不是帝国主义，陈少爷也不是卖国贼，他们来到这里是替中国的妇女诉苦的。咱们就不要难为他们了，放他们回去吧。呀，三少爷，领着你的媳妇儿回家去吧，走吧。谢谢毛先生，谢谢毛教授。福顺大叔，这块裹脚布啊，就不要留着了，就在这里把它当场烧掉。该烧，来，烧点，烧点，烧。毛先生，那个洋人是不是帝国主义？但是帝国主义在我们韶山那是有走狗的。怎么讲？我们农民啊，没粮食啊，可就是有人趁机囤积谷物，还不愿意平价卖给我们农民，他们就是想卖高价发大财。是。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？哎呀，就是陈三他爹啊！这个陈继生，他不仅是个土豪，还是个团防局长，势力大得很呐，手里有人有枪，逼得农民也毫无办法呀。那我们要起来抗争啊！可怎么抗争啊？我们又没枪啊！我们没有枪啊！这就是我们成立学史会的目的。没有枪，我们有人。
一定要和他们抗争到底。对，得争啊！对，争，得争。1926年3月20日，蒋介石派兵突然包围苏联领事馆，监视苏联顾问，同时抓捕了国民党海军局代局长、共产党员李之龙，史称中山舰事件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。毛泽东，让开！董事长，陈延年呢？去苏联顾问团。对，刚走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是顾问团的朋友，找季山家团长。进。季山家同志，季山家同志，是蒋介石发动的政变。你们看一看啊，竟敢把你们顾问团也包围起来，这不是反革命政变，这是什么？季山家团长同志，蒋介石现在已经全然地暴露了他反动的真实面目，事态非常的清楚。蒋介石借口有人擅自调动中山舰，逮捕了我党的党员中山舰长李之龙，还把他掌控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共产党员通通逮捕起来，扬言要驱逐黄埔军校的全部共产党员。这是一场突袭，这是一场政变。蒋介石先生还说要赶走我们军事顾问团。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击，是调集一切的力量反击他们。我想听一听各位的意见。陈延年同志，情况来得比较突然，我们还没有与蒋介石取得联系，还不知道他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。也许是一场事变，也许是一次误会。季山家同志，你们的观点让我很吃惊啊！来，先干一杯，要镇静。镇静？蒋介石的刺刀都逼到脑袋上了，镇静不了。对不起，周主任，不能进。我有急事要见一下校长，他不在。胡说！是黄埔的第一期毕业生，敢这样欺骗你的政治部主任。我知道校长现在就在里面。周主任有特许通行证吗？这一次校长的纪律很严格，没有通行证进不去。我是周恩来。周主任，周主任，您真不能进！别拦我！周主任，别拦我！蒋校长呢？周主任，放开我！不能进啊！校长，蒋校长，校长。校长，校长，现在一军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都被扣押在这儿了，听说是校长亲自下的命令。安来，事出有因，我一时也说不清楚。至于一军中的共产党员，都已经被我们集中保护起来，所以你也没必要担心。校长，我们在东江前线与陈炯明部队浴血奋战，可是后方呢？我们的同志被五花大绑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讨问个为什么。事情很复杂，有人要谋害我，要谋害国民革命，情况非常紧急。你也看见了，何军长已经被我从前线紧急召回来了。周主任，情况确实复杂，校长也是无奈。校长，我们共产党人视两党合作为生命，你打人板子不能没有证据。你不放人，我不走了。校长，景之，你要明白，一旦共产党真的有了实力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冲我开枪。所以我们要趁他们羽翼未丰之时，赶紧把他们从我的第一军中赶出去。
了就来不及了。校长所虑其事。报告，校长，廖仲恺的夫人要见您。不见。不见也得见。夫人。好你个蒋中正，你是无法无天呐！夫人此话怎讲？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，以及公然背叛3大政策，抓共产党，缴工人的枪，包围苏联顾问团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请夫人先不要动怒。夫人冷静一下，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。你说你对得起谁？你对得起孙总理吗？我对先总理忠心耿耿，我怎么敢违背他的遗志？我更不会背叛革命。现在的情况是有人要谋害我，他们想把我从海上绑架到苏联，而我采取的种种措施，无非都是在保全我自己。夫人，这都是我万般无奈之举啊！请你一定不要误解我，我蒋中正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。其实革命者又何必做出那些反革命的举动？你蒋中正胆子可真够大的，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宅子也敢包围。你难道想推翻国民政府？我怎么敢推翻国民政府？这不成了真正的革命罪人吗？是，军队是出现在汪主席的住宅周围，但那都是为了我蒋中正自始至终为革命是从。夫人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仲恺兄既是我们的同志，更是我的好兄弟。对于他的遇害，我非常的痛心。我恳请夫人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今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先总理，都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。夫人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景之，用我的车送夫人回家。是，快备车。是，廖夫人，请。让我走，可以。先把周恩来他们给放了。但要等我弄清楚遇害案之后才行。夫人慢走。国民党2大新成立的中央执委会。
千不怕万不怕，只有一怕，怕一个人。延年，是谁呀？我们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。自从孙中山去世以后，他前怕狼后怕虎，担惊受怕的。现在消息已经中断了，我们还能等到独秀同志的指示吗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要知道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。对，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还在，我马上去一下。不行，我去过。又怎么了？他们现在也是前怕狼后怕虎，还是得去一下。这么大的行动，没有他们的支持是难以干成的。我跟你一起。如果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集中到肇庆之后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国民党中央执委、监委到了肇庆以后，就立即开会通电，严厉声讨蒋介石，指责蒋介石违反党纪国法，必须严办，削其兵权，开除党籍。能够吗？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就和蒋介石有矛盾，加上李济深，这两股力量很大，可能为我们所用。只要我们摆好了阵势来对付蒋介石，蒋介石必然无能为力。不，季山家同志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这么做，就把蒋介石推到反革命一边去了。其实我认为他内心并不至于反革命，因为他是离不开我们军事援助的。蒋介石的尖刀是对着你们的。不，保卫我们的兵已经撤走了。他包围我们，可能是意气用事，猜忌我们不信任他。我曾经向他反复说明过我们对他的信任，他还是很疑虑，认为我们会通过汪精卫的手排除他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，蒋介石并不反对革命的，他只是一个多疑的人。我刚来到这里，你们可能认为我不熟悉情况，其实我对实际情况是非常了解的。我认为你们所说的去肇庆找独立团的计划是不可取的。要是真的要打，即使各个军袖手旁观，蒋介石有1军的兵力，加上武铁城的武装警察，对付独立团也绰绰有余。而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，无法补充。而蒋介石刚刚收到我们苏联运过来的大批量弹药，他实力很大。就这点而言，我认为独立团不能坚持1个星期，我们还是看看情况。季山家同志倒是想得清楚。这2天我一直在算这个账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想想，问问在上海党中央的意见。这是应该的。我认为，陈独秀同志并没有看清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。如果这次他在广州，中山舰引起的一切事件多么的惊心动魄，他会看到。你知道恩来被关押的事情吗？我的判断，蒋介石在骨子里对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信任。恩来同志，你的感受我很能理解，但是我认为你的判断为时尚早。事件不是已经平息了吗？蒋介石已经撤回了对苏联顾问团的包围，而且把收缴的广州工人纠察队的枪也归还了一部分，还对外声称这就是一个误会。所以我认为，蒋介石的话有一部分是事实。我是一贯主张针锋相对的，这2天的形势变化很快，但更印证了我的主张。虽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形势来之不易，但不要对国民党的右派抱有幻想。我们要小心谨慎，处处提防，千万不可坐以待毙。1926年7月9日，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教场举行，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。
现在北洋军阀的直系和奉系正加紧联手，张作霖重点攻打冯玉祥，而吴佩孚呢，正在调集兵力，妄图攻打我广东。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及军阀之间的矛盾，现在应该实施集中兵力、各个击破的方针。这个方针啊，总司令跟加伦团长都是拥护的，也就是首先消灭吴佩孚军，再拿下孙传芳军，最后再歼灭张作霖军。总司令的判断极为正确呀。那有哪支部队担任主力呢？总司令已经决定，由李济深将军的第4军率先攻打两湖。太好了，叶挺的独立团就属于第4军，就让这个团来打先锋吧。总司令，这个团有战力啊！北伐若要打出声势，首战必捷。说得好。张司令，现在这个团驻防肇庆，有2000多人，3个营，2个直辖队，团长叶挺是共产党员。当然了，这个独立团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。这个情况，总司令您是知道的。周恩来你约了吗？约过了，明天他就能来见您。好。总司令，那叶挺独立团来打先锋的事情，这个至于谁来打先锋的事儿，得让总司令再考虑考虑啊。连达，那就让恩来明天中午过来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好的。报告总司令，叶挺独立团首战告捷。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在第8军第39团1部的配合下，于安仁北面的陆田、龙家湾地区击退了直军4个团的进攻，已经进占了攸县，打开了北进通道。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各位，我早就说过，共产党打仗是不怕死的。看来本总司令选叶挺这个团做北伐的先遣团是没选错。宣传，一定要宣传，向全军刊发战报。是。田宇，你告诉政治部邓演达，让他在宣传措辞上不要太过火，要注意分寸，尤其是千万不能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。传达我的命令，绝不能有半点折扣。是。逃跑！立不住啊！这前方独立团的火力太猛了！都是后头，给我打！到处都是死！兄弟们，冲啊！
我们快去抓猎物！往上口撤吧，要不一会儿来不及了。别给我找死吧！大帅，要不然真来不及了，走吧！快！主簿，申报，北伐军8月30日上午攻占鹤上桥，俘获直系官兵3500多人。还是叶挺的独立团担任正面主攻吗？对，打得漂亮，打得真够狠。武汉无险可守啊！北伐军马上就可以饮马长江了。会员，总政部主任兼武装工程指挥部指挥邓延长，向总司令部报告，我前敌者部已经完成对武昌口的包围，并派出第7军第7旅第8旅主攻武汉城。其实老弟，你了不得呀！率领北伐军英勇作战，节节胜利，用了不到10个月的功夫，就收复了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6省，还有河南的一部分，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吴佩孚给赶到河南信阳躲起来了。这还要感谢景老您对我的鼎力支持。哦，吴佩孚是完了，我们的国民革命也从广东地区推进到了长江流域。现在就剩下我们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南北对峙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吃掉他们，胜利指日可待。不过景老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内部的军心不稳固。结实老弟，你说的军心不稳之说，我能知道是因为什么？你是对共产党不放心吧？我的所思所想，您总能猜到。对，就是共产党。他们现在闹得太厉害了，我们的官兵们在前面打仗厮杀，而共产党却在后方抢夺他们的家产，这成何体统啊！是啊，现在共产党威信很高啊，声誉隆盛啊，而这声誉的一大半是拜你这个北伐军总司令所赐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现在报纸从早到晚登的都是第4军，他们称为铁军了。尤其是第4军那个叶挺的独立团，据说有很多共产党。什么听泗桥打得多么巧妙，禾生桥打得多么勇猛，武昌一战还打得多么惨烈，而这一切，不都是你介石老弟所安排部署的吗？这些都是共产党他们提出的，
是他们一定要让第4军的独立团打头阵。唉，他们打头阵也好，打胜仗也罢，我觉得对你这北伐军总司令还是有好处的，旗开得胜的面子还是很光彩的。对，刚才报告，进来。总司令，您找我。你去起草一份给国民党中央的回信。是。信的内容是：武汉那帮人呢，现在就是要跟我闹别扭。我说在南昌建立临时的首都，他们非要在武汉。你知道目的是什么吗？请总司令明示。他们就是想让汪精卫回国后，去武汉做领袖。明白。先生啊，我的心思你最懂。一个党，一个政府，一个军队，总不能有2个脑袋。2个脑袋，一个说东，一个说西，那我们还怎么打仗？还有共产党陈独秀他们也是别有用心。现在他们跟着武汉那帮人鹦鹉学舌，也高喊着要勇汪。总司令说的，闲云都明白了。我这就回去起草回函，明天一早，请总司令审阅。好。总司令，闲云有个问题，想请教您。有什么问题你说。总司令对陈独秀先生一向有成见，闲云是明白的。3个月前，闲云因患病休养，到了上海。我还给您写过一封信，转述了陈独秀先生的意见，劝您不要怀疑共产党，避免2党联合战线继续遭受损失。你的这封信我收到了，我也看了，而且看了不止1遍。总司令，闲云的想法是，共产党一直在勉力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，在做有利于北伐的事儿，不知道您究竟是如何看待啊？他们是在做有利于北伐的事儿吗？他们这是拆北伐的台。现在军队里将领们的意见你也不是没有听到，我不能陈独秀说什么我就听些什么。可是，好了，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谈了。你是共产党员，我劝过你很多次，不要再跟他们做事情。谢月，我很器重，只要你肯一直跟着我，我可以升你为上将。总司令对闲云如何，闲云心里明白。明白就好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是。那我这就回去起草回函了。快去了。1927年2月底，北伐军向浙江、江苏、上海挺进。怎么看不清楚啊？是这样望远镜不好，还是我眼神不好？总司令，这望远镜是德国制造的，性能良好。那就是我眼神不好啊。这些天有好些事情我都看不清楚，
就连我的机要秘书蒋先云不辞而别，我都是毫无察觉啊！看来这洋人造的东西也不行啊。报，周恩来已经在上海策动第2次工人起义，据说罢工人数达到30多万人，多处奉军据点受到工人攻击。现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已经开始全面镇压。据中共散发全端宣传，此举是为了配合我北伐军解放上海。他这完全就是痞子举动。请左村里明示，毛泽东在乡下搞痞子运动，现在周恩来也学着那套，大城市搞痞子运动。毛泽东在湖南给地主戴高帽子，现在周恩来在上海给我戴高帽，还装笑。说的真好听，配合北伐军，他明明是想赶在我之前抢占上海。